自从工业化时代以来，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物种群体在人类的活动的影响之下，逐步减少或者消失，甚至灭绝。不少的科学报告也在说，我们地球可能已经出现了第6次生物大灭绝。这预测指未来我们看到的生物会越来越少。确实，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科学家们的担心是非常正确的。包括去年才发布的北极熊研究报告，预计也在逐步走向彻底灭绝的道路上。你好，我是勇勇，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数个在地球上已被确认为灭绝，但是有些却幸运地被人类再次发现，重现在世人的眼前。渡渡鸟，相信大家对这名字也不陌生吧？渡渡鸟成了因人类活动导致物种灭绝的象征。渡渡鸟可以说是最著名并已绝种的鸟。那么你又可知道为什么渡渡鸟会被称为渡渡鸟呢？据说渡渡鸟这个名字是来自于荷兰语演变过来的，这是代表愚蠢的意思。因为这种鸟它不但性格温顺笨拙，但也不会飞。它和远古时代的恐龙一样，在今天人们的脑子里成为了物种灭绝的象征。这种体态有点像鸭子般的鸟，曾经生活在毛里求斯的海岛上，过着无忧无虑、没有任何天敌的生活。但是后来，人类登下了这些岛后，人类和他们带去的其他动物成了渡渡鸟的天敌。人类不但猎杀和破坏它们的栖息地，最后导致它们绝种。据记载，最后一只渡渡鸟死于1700年代。大海牛，自然生物学家 George Steller 和探险家 Walter Spurling 的探险船在现在的白令岛触礁，意外发现了这个庞大大物，那就是大海牛。它是已灭绝的巨型哺乳动物。自然生物学家 George Steller 在1741年在白令岛海峡发现了大海牛，他也是唯一一个见过活着的大海牛的生物学家。大海牛的体型巨大，巨星可以长到9米长。因为它的体格特别庞大，疲润之后，大海牛成了人类猎杀的目标。看来它的肉是很美味的。据说它们的肉有点像杏仁油精制过后的牛肉。大海牛的绝种比渡渡鸟晚了没多久，原因主要是人类猎杀和它们的觅食环境发生了突大的变化，这导致它们消失在世界上。大海雀，到了19世纪，地球上还生活着一种大海鸟，它的名字叫大海雀。这是一种和渡渡鸟一样也是不会飞的鸟，曾广泛生活在于大西洋周边的各个岛屿上。大海雀约80厘米高，长着企鹅似的粗短丰满的翅膀，但也不会飞，体型肥胖圆滚，曾经生活在北大西洋两岸各地，到处可见。由于大海雀它不会飞，为了是把它们当作食物和获得它们的羽毛，它们总是成为人类的捕杀的目标。就在于1850年之前，大海雀就已经灭绝了。最后2个已知的标本是在于冰岛海岸外的艾尔里岛被发现的。白鳍豚，白鳍豚是中国特有的淡水鲸类，经产于长江中下游。就在2006年，白鳍豚被宣布绝种。据信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淡水哺乳动物之一。虽然外形似乎不如海豚流落优雅，但它的声呐定位系统高度发达，它可以精准锁定一条鱼的位置。然而，这种优势却成了杀死它们的凶手。密集的渔船、机装箱货轮、拖网渔船和各种人类活动造成的污染，使得到高度敏感的白鳍豚无法忍受，难以生存。介绍完以上已灭绝的生物之外，接下来有一种生物居然在事隔50多年来已被确认消失的。如今
它已从死里复活了，重现在我们的眼前。象菊。就在去年的8月份，研究人员首次在非洲东部国家的野外拍下了象菊的照片和视频。从外形上看，象菊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融合。在你第一眼看到它们的时候，你觉得它们像一个大象多一点，还是像老鼠多一点？象菊是一种跟大象一样有着长鼻子，不过体型像老鼠一般小的哺乳动物。象菊已经在科学的记载下消失了50多年了。它不单只是一个小型四足的食虫性哺乳动物，类似于黏齿动物或蝠属，尾巴鳞片状，长着长鼻子和腿之外，通常它像一个兔子一样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它们的大小从10到30厘米，体重大约为50到500克内。此外，象菊主要的食物来源是来自于昆虫，例如蜘蛛、蜈蚣、千足虫、白蚁等为生。它会用它们的那个长鼻子找猎物，用石头将细小的食物倒进它们的嘴巴里，就像食蚁兽一样。象菊被发现在于东非的吉普提。为了发现它们的踪影，该小组设置了1259个陷阱，并使用了花生酱、酵母和燕麦片的混合物作为诱剂。因为这些象菊可能没有尝试过花生酱的味道，他们觉得兴起并尝试就落网了，并重现在我们的眼前。除了增加寻找失落物种的好消息外，这些象菊的栖息地似乎没有面临什么危险，都是远离人类发展区和农场。在我们的星球动荡的时期，这是一次令人兴奋的奇妙发现。它们的出现使我们对我们最期望的灭绝动物充满了新希望。这预测着我们未来有可能会看到更多已灭绝的动物重现在我们的眼前。它们有可能没有科学家所想的那么复杂，而是它们根本就没有灭绝，只是可能自己藏得更深，更不容易被人类发现而已。就如象菊，当它们的栖息地不被打扰时，它们会在非洲大地上尽情的生活。最后要奉告各位，要好好照顾今天拥有的动物以及它们的家园，这样我们的未来就会变得更好更棒。你最想要亲眼看到哪个灭绝动物品种呢？请在下面留言一起讨论吧。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如果你喜欢的话就帮我按赞、订阅和分享吧，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哦。我们下个影片再见，一起勇勇的活下去吧，拜拜。